Among all other islands over the world, Taiwan has the highest density of mountain peaks. Besides the highest mountain in East Asia, Jet Mountain, there are 268 peaks over 3,000 meters high. In recent years, outdoor activities have exploded in popularity, and thus, backpacking has become popular over Taiwan. But in this documentary series, I won't be introducing any particular mountains. What's more interesting to me are the people who have different attitudes and ideas about the mountains. I'm a director. I love mountains. This is Shen Qi. 今天10月25号，礼拜五。我们在哪里？我们在 Camp One， 一个很瞎的 Camp One， 知道？世界上怎么有这么冷的地方？你看，里面是面，我只是拿汤匙而已，只拿了汤匙面，你知道汤匙靠不下来。The characters are two adventure-loving, middle-aged men. We are headed for a wild string off-roading in Yilan. Listen to their stories about mountaineering in Nepal.我以前有组一个吉普车队，然后我有个网页，古花就来留言。我就是很喜欢在山里面钓苦花这种，所以大家都叫我苦花苦花。我们一开始认识其实是车辆的 off-road， 好像也没多久，就开始变成人体的 off-road 了，是用双脚在越野。其实我第一次爬山是古花带我们去，就是因为那次爬了雪山之后，就爱上爬山这回事情。那爬着爬着也爬了50座左右。那我们会接触一些国外的网站啊、杂志啊，会看到一些国外的山，我们就有点向往，就说：国外的山又是怎么样？喜欢登山的人，最终你一定会想到尼泊尔去走走看看。这就有点像，如果你是犹太教徒，你就会想去圣城走一趟那种感觉。所以我当年蜜月的时候，我就跟我老婆决定说，我们要去尼泊尔走一个践行。最难忘当然就是我跟我老婆去蜜月的时候走的那段路线。我老婆在那边拍婚纱，自己化妆。自己粘假睫毛，那天很冷，所以我老婆摆好姿势之后，尼泊尔向导冲过去，把外套给抽走之后，跑到后面去。拍完之后，向导要冲回来把外套再盖到我老婆身上。当我站在基地营的那个地方的时候，我眼前看到的都是超过8000以上，整排的雪墙在你面前的时候，你会让你有一种很热血、那种兴奋的感觉。我那个时候就有个念头说，那我是不是该一步一步来想办法接近这些山？在回来之前，我就问了向导说，哪一座山是我可以先来做尝试的？他就给我推荐岛峰。所以我回来台湾之后，我就开始做功课。其实爬山这种事情，你就会发觉说它是一件没完没了的事。当年我爬了2座6000，我也觉得说我够了。但回来台湾之后，工作了几个月，我又满脑子在想7000的事情。渐渐的嘛，就像钓苦花也是一样，你会想要钓到更多
更大的云。爬山的人一样，你会越来越去追寻更高的山，更高的山。当时我们在挑选一座7000米的山的时候，既然都已经要去了，不如就挑一座台湾人没有爬过的山。我就跟苦花说，不然就爬这一座吧。我们的 Captain Ramesh. Hi, can Ramesh you say something to? Oh, welcome to Himlung Himal Base Camp. So which one is Himlan? Himlung is Yes, small one. yeah, this one. Okay. 苦花每天早上起床就拿着望远镜朝着山顶看，他要看今天攻顶的队伍有没有成功，一直看一直看。但他都会回来跟我们讲说，上面那个人他要撤退了。我们一路上看过太多队伍撤退，看到他们擦肩而过的时候，他们脸上的表情都不是很好。往2号营的途中遇到2个外国人，一个是英国人，一个是法国人，他们决定要撤退。我问他说为什么，他用英文讲说 super cold。那我这时候我又去想了一件事情是，我们从台湾来，我们是一个亚热带的国家，我们习惯这样子的环境，这样的气温，在那个地方，他们受不了，我们行吗？当你去爬6000、7000米的雪峰，那危险的程度比在台湾爬百岳危险的更多。但我认为，当你在做一件冒险的事情的时候，你并不是全然没有准备的去做这件事情，你必须做足了准备，做足了功课，无论是体力上、装备上、心理上，都做足准备。我觉得这就是相对负责任的一种行为，剩下教练命。我们有时候看 Discovery 或国家地理频道，下面不是都会打出他的名字跟职业吗？有的人会写冒险家，就会觉得好羡慕，怎么有这种？因为有句话是这样写的：不敢冒险才最危险。当你不敢冒险的时候，你就是安逸的活在这个地方，你的生命是没有办法突破，进而整个社会、整个国家都不会有突破。大牌都不见了。像我阿嬷都会叫我不要去爬山。哥伦布如果当时他阿嬷叫他不要去航海，他也真的不去，那就真的没新大陆。攀登7000米、8000米山峰的时候，你没有办法一直往上升。所以你每天都会在不同的高度过夜，很完整的1号、2号、3号营，你的身体就会得到适应。但是我们总是会做一些让人家无法想象的事情。我们跟老外讲说，我们要从2号营直接攻顶。老外问我们说，为什么你不建3号营？我们就跟他说，因为上面太冷了，希望可以少待1个晚上。他们就会觉得说，这怎么会是一个理由呢？在你的心理、生理跟身体的条件在最好的情况下，包括天气，再不上去，接下来天气就要变差了。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我们现在的位置大概是6100公尺，这个高度相当于岛峰的峰顶。那这里是我们 Hilong Hima 的2号营，明天我们就要冲 Hilong。其实我们现在就在 Hilong 山脚下，我现在看大家有没有看到？如果看到一个小小的一个斜坡追上去，那就是 Hilong 尖尖的。啊，稍微移动一下。那而且我们明天也不是明要上，应该是今天呐。晚上9点10点我们就要弄它了。我们要上去的时候，也是会经过3号营。据说这样子短短一段路要搞10几个小时，我也不明白。
晚上攻峰顶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你根本什么也看不到。对，你都看不到，什么都看不到，你只看到前面的那个人的屁股。对，这样子其实比较幸福，不然你会觉得很无力，从头到尾就是一路往上干，而且很冷。因为我们穿冰爪，脚一定是外八，这个情况其实有点像是青蛙趴在石头上，而且是趴在冰上面。我觉得我就是只青蛙。升到零线之后，会有一个很高的一个暴露感，因为那个时候天已经蒙蒙亮了，你才赫然发现，其实你左右两边是空的，什么也没有，就是下去的就是拜拜了，下去就7天，左边7天，右边也7天，那你一样只有一条主绳，然后靠着你的 Juma 还有你的臂力、腿的力量，把自己往上面送。会上到距离顶峰约莫30几公尺的一个雪的平台。那其实，在那个时候，我曾经有一度的问自己说，我还有力量能够再去上这30公尺到那个最顶峰吗？你曾经想过要放弃？我想说，不然就在这个平台拍拍照。这个平台也看起来蛮像赏樱的嘛，空间也比较大了啊，是不是？所以我们就跟卡玛讲，结果卡玛他有听，然后他就装死，然后他后来就自己从他背包里面拉出一条主绳，把我们5个人都串在一起。对，他只说了一句 "Come on, everybody can do"， 他就冲了。我们所有人都被串在他后面，他冲了，我们就不能不动嘛，对不对？我们就这样就被他拽上去了。我们不是被他拽上去，要不就是把他拉回来。但我觉得就是最后这一段哦，那个是一个意志力的考验。你今天一定要有一个很个小的雪巴人，像卡玛这种人，他觉得可以，他要把大家弄上去，否则的话，可能我们真的就在那边就放弃。It's really wonderful. I think why not? 我相信我们在登顶的那一天，其实也有别的国家的队伍用望远镜在看。其实台湾人在那样子的环境下，人家老外走一步，我得走2步；他喘一口气，我得喘2口气。所以站在西姆龙峰的山顶上，听到大本营别的国家的队伍传来道贺的消息，我很开心，但也觉得很骄傲。因为在这么多国家的队伍，你看到他们在撤退的同时，其实你心里面就会有恐惧感，你就会去想到说，别人不能完成，我行吗？蛮感动。攻顶之后，体力其实是耗尽的。但当时没有想太多，只知道说我要上去，我要上去。人家就说这种就是攻顶热。11个小时到达峰顶之后呢，我几乎已经快要把我的第2个氧气瓶给吸完。意思就是说我在下撤的时候，我很有可能随时遇到没有氧气瓶的状态。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向导就请一位雪巴回到2号营去拿那备用的氧气瓶上来给我。上山容易，下山难。我们在往下退的时候，其实已经拉开了很大的距离了。当我下到了缓坡面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我是看不到小丽。你就算你要等人，你不会让你自己暴露在一个很大的斜面上，在做等待，你不会停留在那个地方，而且风非常强劲。当时实在太冷，手脚其实不听使唤，但我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我必须回到2号营。很渴，我的保温瓶里面装着热水，但是我转不开，我摇也没有水的感觉，它竟然已经结冰了，我只能吃冰了。当时我走在往2号营的路上，
走着走着跪下来吃冰，接下来就是干咳，干咳结果喉咙就破了，就咳出血丝，血丝就喷在雪白的冰地里面。其实到后面支撑着我继续前进的力量，就是家人。因为出发之前，我告诉我的老婆，我一定会平安的回来，我做足了准备，你不用担心。我也跟我的小孩说，爸爸去国外爬山，下个月就回来了。我没有办法接受自己发生生命危险这种事情，没有办法，我觉得这样子我对不起我的家人，因为他们愿意让我去，我就应该平平安安的回来。所以我一直想象着他们就在2号营。我记得我们在出发的时候，阿朱有跟我说了一句话，就是小丽的老婆跟我说了一句话，她说：“你得让小丽平安的回来。”所以那个时候我们2个人，我是第一个回到2号营。我回到我的帐篷的时候，我其实我发现我们的学霸已经倒在那里，整个已经睡了。我想说那糟糕，这个时候其实你很想睡觉，你会很想睡觉，反正先睡再讲。但是你相信我，这个时候你一睡下去，你不知道你醒来会是什么时候。那我那时候在等他，你知道，这又让我想起那句话了，阿朱交代的话。我自认我是个很细心的人，我无时无刻在叮咛我自己。我接收过什么讯息，是我必须要特别注意。我心里面有想着，最后的时间就是5点，我要再不看到有人走过来，我就要走过去了。那我虽然是躺着，但是我一直坐起来往帐篷外面看。5点出头，其实有点像，好像一个人在月球太空漫步走过来。当时回到2号营的时候，已经气力放尽，我在我们的帐篷前面我就跪下来。这个时候，帐篷忽然有人从里面拉开来，就把我拖进来。但我已经呈现很失魂的状态。他把我拉进来的时候，我记得当时我的冰爪就跟外帐摩擦，就有一个很尖锐的一个摩擦声，我就惊醒。我那时候总觉得说，我怎么忽然就回到这里那种感觉。我看到苦花，我就跟他说，原来你也没有死啊。然后苦花还跟我说，我以为你死了，大家都回来了，剩你一个还没回来。我们这次的冒险已经告一段落，对，很感谢那个亲朋好友们给的鼓励，还有我爸妈给我的药，我跟古阿每天都在嗑药，什么药都嗑了，乱嗑一通，对，超怕死的，一直嗑。然后我老婆、我小孩啊，感谢我老婆在家里。我交过很多的朋友，我年轻的时候生活
条件跟环境，其实那些朋友跟现在的朋友是不一样的。这个朋友造就我现在内心拥有的自己的内在的一个世界，我自己是没有办法去做到或去想到的。所以我很感谢我现在坐在我旁边这个朋友，他给了我现在另外一个不同的对人生的看法。不管攀登成功与否，其实你要好好的体验当下的那种感受，一定要好好的体验那种感受，因为也许还会有下一次，或者是还有更多次。不管有没有成功，其实在这过程中都是经验的累积跟学习，所以一定要用心去体验所有的过程，好好的去记忆这些事，我觉得是很重要，非常重要。比如说，在工作上，这个星期我必须要达到什么样的水准，完成多少件事情，我就会很坚持的去完成。这个假日我想要吃一个什么东西，我就非得要吃到。这种大叔的坚持，比较不会得过且过，会觉得我们好像快老了。在此之前，我们应该很认真的过每一天。其实我年轻的时候，我想想，我好像从来没有做好过什么事情，没有好好的去做过一件事，或者是没有做好过什么事，我说不上来，还是没有做好事。我现在尽量让我自己生活中我想要做什么事情，我一定要做好它。我目前是一个这样子的中年，快要大叔。还没过气的中年大叔，还可以的。对，觉得意识到时间已经下半场，当然啦，开始吹哨了。因为你再不好好的坚持，你还有多少时间能坚持呢？小丽她有说过一句话，我觉得挺有道理的。那座山它永远都在那个地方，但你的年纪，你不会永远停留在这里，因为你的年纪会一直往上走。对，许多人都会说没关系，山永远都在，但他没说后面那一句，那你会老。我觉得有点呛。